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岳岳，今天带大家参观上海西岸美术馆最新大展康定斯基。每当提起康定斯基，总让我想起当年在四川康定旅游时候的那位司机大哥。瓦西里·康定斯基是抽象绘画最重要的先驱之一。如今，大量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抽象绘画，其实都要拜这位大师所赐。可以说，看懂了康定斯基，就等于看懂了抽象绘画。这次展览策展人分成了6个厅，涵盖了康定斯基所有时期，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欣赏到他个人的艺术发展脉络。1966年，康定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的富裕家庭，10岁左右就拥有高超的小提琴技艺。在30岁之前，康定斯基基本都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直到1896年，偶然看到莫奈的干草堆，他自己曾解释道：“日常生活中的形状融入斑斓色彩中，成为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康定斯基毅然决定弃法从艺。作为类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罗翔老师那天改行去画画。走进展览，第一个展厅展出的是康定斯基个人的东方艺术收藏，所以整个展厅也被布置成了红色，主要展出了几幅日本浮世绘。我们在后面的作品中也能看到东方艺术对康定斯基的影响。第二个展厅名为初始记忆研习，展出了1896年之后康定斯基早期的绘画作品。那个时候的他就像一张白纸，汲取各家养分，所以这个展厅的主色调也是白色。我们可以看到这3张习作，整个画面的观感，特别是色调，还是明显能感受到浮世绘的影响。我们重点看一下这幅作于1906年的歌，描绘的是伏尔加河的场景，画中的维京龙头船非常显眼。虽然康定斯基早期绘画基本都是在法国或者德国所作，但从没有忘记家乡俄国的风俗人情。龙头船这个形象经常在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出现，我觉得可能是对自己故乡的某种隐喻。在灰暗的底色上，康定斯基用强烈又艳丽的斑点处理形形色色的人物，可见当时纳比派如伯纳尔作品对他的影响。康定斯基还在探索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第3个展厅名为木脑抽象的突破。1909年，康定斯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木脑定居了下来，整个展厅也变成了淡淡的灰色，暗示康定斯基的艺术开始有了突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一开始的作品明显受到了马蒂斯野兽派的影响，用色十分大胆鲜艳，画中的具象也越来越模糊。展厅中的最后一件作品则在艺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幅真正的抽象作品。我们看到这幅水彩画被康定斯基标记为1910年，但据考证，这幅画实际可能创作于1913年。康定斯基为了和蒙德里安争夺第一幅抽象画的名号，而故意将创作时间提前。当然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但无论如何，康定斯基正式敲开了抽象绘画的大门。第4个展厅名为俄罗斯间奏岁月。康定斯基对抽象绘画的理解越发深刻，他创立了名为蓝骑士的艺术团体，所以这个展厅也布置成了蓝色。1914年，一战爆发，康定斯基回到了俄国。我们来看展厅的第一幅创作于1916年的《未知的声音》，据说是康定斯基和妻子妮娜通话之后，根据妻子的声音创作出来的。我们可以发现，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和声音或者说音乐有着很深的关联。他从小就热爱瓦格纳，他觉得绘画和音乐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画作中的颜色和符号能让人想起某种特别的音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卫作曲家勋伯格对康定斯基的影响更为深远。摒弃传统乐理调性，创作全新的无调音乐，与抛弃具象的绘画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们欣赏抽象绘画其实和欣赏音乐的感受类似，不要过分在意看不看得懂、听不听得懂的问题，而是更多的感受艺术家给我们创造的情感的世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他还是创作了不少具象画作，一方面是为了记录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康定斯基在俄国的创作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第5个展厅名为包豪斯理论时代。1921年，康定斯应邀来到德国魏玛新成立的包豪斯学院任教，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康师傅。
那个时期，康师傅的抽象绘画趋向成熟，最后因为纳粹的上台而无奈终结，所以展厅的颜色也变成了最深的黑色。受到了俄国至上主义和包豪斯几何美学的影响，在1926年，康定斯基发表了理论著作《点线面》。这个时期，康定斯基的作品呈现出严谨的几何化风格，构图中的秩序和平衡变得至关重要。这与包豪斯思想一脉相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颜色、形状还是构图，都充满秩序的美感。站在这样的作品前，其实不用思考其中的意义，单纯的用眼睛享受即可。我想特别介绍这幅创作于1933年的《在棕色中展开》。之前也介绍过东方艺术对康定斯基的影响，尤其当时中国青铜器对他的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幅作品的造型与青铜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画作中间部分则像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记录着历史。巧合的是，创作在1933年正值纳粹上台，将包豪斯定义为堕落艺术，关停了这所传奇的学校。而这幅作品则像是一种无声的抗议。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次完整重现了1922年康定斯基为某次展览做的壁画。我们在这个画面上也可以看到那个熟悉的维京龙头船。最后一个展厅名为巴黎成熟时期。纳粹上台后，康定斯基不得已逃往巴黎，他也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康定斯基的作品也更加返璞归真，更加多元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展览还从上海博物馆借展了几件青铜器，让我们看到康定斯基与中国传统艺术的隔空对话。如这件圆玉方，仔细看颇有点中国陶俑的意味，旁边这幅色彩团则有点变形虫的感觉。康定斯基晚期的创作更加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从30岁之后，无论生活如何颠沛流离，但康定斯基从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直到1944年，78岁的康定斯基在巴黎与世长辞。